真没想到你赶来，臭乞丐，真让人恶心。尚特尔·戈尔曼身着华丽晚礼服，嫌恶地捂着鼻子瞪着我。他是奥柏林市的豪门千金，主动邀请我来参加生日派对，却当着一众名媛的面公然羞辱我。他脸上浮现出熟悉的恶毒笑容，不如我帮你洗个澡。下一秒，他一脚将我踹进了泳池。为了参加他的生日派对，我花光了仅有的$300积蓄，买了这条白色连衣裙。我狼狈地爬上岸，湿透的白裙变得透明，像海带一样紧紧贴在身上，又湿又难受。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我湿透的身体，嗤笑着嘲讽，果然是随便跟男人鬼混的荡妇，故意把老旧内衣露出来给大家看吗？我双手护在胸前，慌不择路地逃离现场，身后爆发出一阵哄笑。这座别墅大得惊人，我根本不熟悉布局，像只迷路的小狗般乱闯。天色渐暗，我猛地撞在一个坚实的胸膛上，终于停了下来。鼻尖瞬间萦绕着一股木质香气，我捂着泛红的鼻子，小声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头顶传来一声低沉的轻笑，男人用磁性的嗓音问道：“嗨，小猫咪，从哪儿来的？”听到这好听的声音，我抬头望去，月光下他轮廓分明的脸庞俊美的惊人，我一时竟看呆了。男人也在打量我，月光下单薄的布料难以遮掩我的曲线，我震惊地微微张嘴，模样显得格外脆弱。他眼神一暗，伸手揽住我的腰，将我抱起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哦，还是只勾人的小猫咪。”不等我反应，他低头吻了下来，热烈又深情。他身上带着檀香的气息，我不由得沉溺其中。突然，我感觉身体一轻，被他拦腰抱起。我惊呼一声，像受惊的小鹿般可怜地望着他。他被我的懵懂模样取悦，笑着说：“小猫咪别怕，我会让你开心的。”我羞涩地把头埋进他怀里，心底却暗自窃喜。我当然不怕他，我们的相遇本就是我精心策划的结果。我是个来自乡下的穷女孩，凭借优异的成绩被一所精英大学特招，不仅获得全额奖学金，还有丰厚的生活补贴。我满怀憧憬地踏入大学校园，可开学第一天就遭到了尚特尔的嘲讽。他盯着我衣服上的补丁，讥讽道：“呵，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这所学校了。”就是这句话让我的生活坠入黑暗。在学校里，我被孤立，被锁进厕所，座位上被放图钉，被泼脏水。我和尚特尔虽是同学，社会地位却天差地别。我以为忍气吞声就能换来安宁，可他却越发肆无忌惮，甚至因为好玩就开车撞我。事后，他踩着高跟鞋走到我面前，将一叠现金扔在我身上：“你就是故意撞上来骗赔偿的吧？拿着钱滚！”我在医院躺了3个月才康复，可尚特尔竟因为学生会主席凯尔·拉蒙特来看我，用烟头烫伤了我的大腿。凯尔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你也敢勾引他？我以为这次他会直接开车撞死我，没想到他竟给我寄来了生日派对邀请函。我盯着手中的邀请函，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今晚必须给尚特尔一个教训，否则他只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搂住男人的脖子，沙哑地说：“轻点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”第2章，爸。第2天一早，尚特尔走进父亲的卧室，看到眼前的景象时，瞬间僵在原地。他的父亲安德鲁·戈尔曼的床上躺着一丝不挂的我，我正依偎在他怀里熟睡。尚特尔气得发疯，冲过来想把我从床上拽下来，破口大骂：“贱货！果然是个随便的女人，竟然敢睡我爸爸！去死吧！”我没有反抗，只是用无辜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便低下头闭上眼，肩膀微微颤抖，装作害怕的样子。好了，尚特尔，住手！安德鲁·戈尔曼单手撑着头，慵懒地躺在床上看着我们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神情。爸，他勾引你，你怎么还帮他？尚特尔停下动作，却依旧嘟着嘴撒娇抱怨。安德鲁瞥了一眼低头默默流泪的我，对尚特尔说：“她不过是个女人罢了。你妈妈去世后，我总得解决需求。可是，行了，你已经成年了，
别在这胡闹，出去。尚特尔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不情愿地松开了手，却仍不死心。爸，这么多年我从没反对你约会，可他凭什么留下过夜？他不配睡你的床。他说着，语气越发激动，带着毫不掩饰的质问。安德鲁脸色一沉，直接将他赶了出去，滚出去。早上，安德鲁抱着我下楼吃早餐。尚特尔看到这一幕，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我暗自得意，这正是我计划中的一步。刚才尚特尔离开后，我故意躺在地上不肯起来，直到安德鲁问起，我才娇羞地解释，是昨晚被他折腾的腿软站不起来。这番话无疑是对男人最高的夸赞，安德鲁心情大好，兴致勃勃地抱着我下楼吃早餐。尚特尔早已没了胃口，突然开口，要是妈妈还在就好了。这句话瞬间让气氛变得凝重。他得意地看着我，在安德鲁面前回忆起童年往事，最后说道：爸，这么多年我不反对你约会，是因为我知道你答应过妈妈，不会再娶。他指着我，语气坚决：爸，你跟谁约会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跟他。我真的很讨厌他，求你别跟他来往。安德鲁沉默许久，缓缓点了点头。尚特尔立刻喜笑颜开，兴奋地抱住他亲了一口：爸，你最好了。接着，他双手叉腰，傲慢地冲我吼道：滚出去！我含着泪，深情地望了安德鲁一眼，却没有哀求。好了，让他吃完早餐再走。安德鲁开口打破沉默，随后看向我：哦，小猫咪，我还没问你的名字。我叫路易斯·贝拉米。我回答后迅速低下头，我吃饱了。他看着我几乎没动的面包，皱了皱眉，还是吩咐司机送我回家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日子越发艰难，尚特尔的刁难变本加厉，以为睡了我爸就了不起了。你浑身上下都透着穷酸气，这辈子都甩不掉，永远都只能被我踩在脚下，是吗？我微微一笑，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小腹。尚特尔不知道，我家族的女性不仅生育能力极强，还极易受孕。我妈妈生了10个孩子，8个儿子2个女儿，我姨妈也生了8个儿子。和安德鲁共度一夜后，我就感觉到腹中已有了新生命。尚特尔这个所谓的奥柏林氏公主，一直以为自己是安德鲁唯一的继承人，就能为所欲为。现在她有竞争对手了。第3章，我刻意避开尚特尔，可他总能找上门来。我的脸颊被他的跟斑扇的红肿，却故意不擦药。我知道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暗中盯着我。我很清楚，安德鲁想念我了。成年后我才知道，我们家族的女性不仅生育能力强，还天生带着魅惑力。和我共度那激情一夜后，安德鲁彻底迷上了我，尝过一次就欲罢不能。自从和我在一起后，他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在床上与他契合的女人，没人能再让他如此尽兴。所以，当我发现他在暗中观察我时，并不意外。我断定30天足以耗尽他的耐心。于是，下课前我主动找上尚特尔，挑衅道：你之所以处处针对我，不过是怕我嫁给你爸爸。尚特尔鄙夷地看着我，觉得我是自寻死路。你照照镜子吧，还想嫁给我爸？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很快就能见分晓了。之前我一直刻意躲避他，今天却突然转变态度，当众挑衅。不出所料，尚特尔怒不可遏，他的跟班立刻围上来，对我又推又骂。看到安德鲁出现，我对着尚特尔无声地猫了2个字：蠢货。尚特尔最经不起挑衅，正如我预料的那样，他像头公牛般冲了过来。安德鲁走近时，我立刻低下头，怯生生地哀求：尚特尔，对不起，求你原谅我。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但我愿意道歉。可尚特尔根本不依不饶，猛地将我推倒在地，骑在我身上狠狠扇了我2耳光。我的肚子好疼，流血了。有人惊呼。下一秒，安德鲁将我从地上抱起。我眼中的绝望瞬间转为激动，喊道：这是我们的孩子。这句话让现场陷入死寂。安德鲁抱着我快步走向他的家常林肯，火速赶往医院。检查结果出来，
医生确认孩子安然无恙。对此我并不意外，我妈妈临产前几天从床上摔下来，都毫发无损，我自然也继承了这份体质。我紧紧抱着震惊的安德鲁，像依赖英雄般说道：“太好了，幸好你及时赶到，救了我们的孩子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我埋在他怀里，轻轻啜泣。作为身价不菲的公司总裁，安德鲁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，可自从尚特尔出生后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能让其他女人怀上孩子。就在他快要绝望时，我的怀孕无疑是个巨大的惊喜。尚特尔姗姗来迟，却被保安拦在了医院门口。他看着我的肚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沉浸在即将再次当爸爸的喜悦中的安德鲁，丝毫没注意到尚特尔眼中闪过的恶毒光芒。路易斯，你真是我的幸运星。跟我回家，我要给我们的儿子最好的一切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尚特尔就推开保镖冲了进来，情绪失控地喊道：“爸，他连给我擦鞋都不配，怎么配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？你要是带他回家，我就再也不回去了。”说完，他得意地看向我。